在商务主机中 ，NEC 一直坚持用白色或者是浅灰色作为主色。今天来分享一台 SFF 规格的 NEC 商务主机，它属于英特尔第8代或者是第9代平台。这台机器的来源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从机箱尺寸规格上说，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熟悉的 NEC 一升迷你主机的二哥。SFF 的全称是 Small Form Factor， 体积大概在8升上下。很多大厂都有这种尺寸规格的产品线，面向的客户主要都是大型的公司。很可惜的是，这台主机的成色并不好被暴力摔过，导致机箱外部破损严重。那刚好就从破损部分来开始介绍这台主机。首先，受伤最明显的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前面板，这块可拆卸的面板卡扣已经掉了，所以现在也就不能严丝合缝地扣在机身上了。另外，受损严重的部分是机箱后部，可以看到已经被摔弯了。不过好在机器内部的零件还能够工作正常。白色的机身让这台机器在一众灰黑色的商务机中显得小众了一些，受损成这样确实有点可惜。这台机器的前面板设计和迷你主机的设计对比起来，相似的是前面板用的是镂空小圆孔的设计，然后在接口的区域都是深色。前面板接口方面有2个10G 和2个5G 速率的 USB-A 接口，这一款没有 Type-C 接口，其实也有一个版本是带 Type-C 接口的。那款机器的前面板这一部分是浅蓝色的，这边还有耳机和麦克风的接口。后面的接口最上方是一个耳麦一体接口，一个 VGA 视频接口，一个 COM 接口，然后是2个支持 4K 60赫兹输出的 DP 接口，下面是4个480兆速率的 USB-A 接口，也就是 USB 2.0。在接口下方还可以看到有4个半高的扩展槽位。打开机箱的侧板也很简单，背部的2颗螺丝拧下来之后就可以了。再翻开这个铁架，主板就映入眼帘了。这是一块 B360 芯片组的主板，兼容8代和9代 CPU。如果要安装同时代 E 系列的服务器 CPU， 估计要对它的 BIOS 进行修改。整体上，像这种一般办公用的商务主机，它的主板就别指望有很高的规格。像这块主板阉割了2个内存槽。在固态硬盘接口方面，只有一个 3.0 速率的 M2 硬盘接口，一个无线网卡接口，然后是3个 SATA 接口。PCIe 插槽有3条，一条标准的x16规格，可以用来拓展显卡；2条x1规格。受体积和电源功率所限，x16这条插槽一般是用来安装免供电的刀卡。CPU 以及散热这一部分，先来看散热器，用了一个下压式的散热器，然后通过导流罩把热量排出去。取下散热器之后，这台机器拿来的时候是带着一块 i5-9400 6核6线程，已经是6年多的 CPU 了。视频后面会对这块 CPU 进行性能测试，来看看现在它还能做些什么。其他部分电源一块180瓦的电源来自行家，像这种尺寸的电源一般也是定制的。这个可以翻动的铁架预留了一个 3.5 寸的硬盘位。原厂自带了一个硬盘的固定托架，但是我这台是没有的。剩下的这一部分是自带了一个光驱，它也很好拆卸，拆掉后当然也可以再拓展一块硬盘。第8代、第9代平台已经经历了6-7个年头，那这颗 i5-9400 放到现在还能有什么样的性能表现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在安装 Windows 10系统之后，这台电脑会自动激活。我推测应该是厂商把 OEM 激活码和机器的序列号绑定了，只要重新安装好之后，联网就能自动激活。还有一点，在系统信息界面显示的风格和我之前看到的稍有区别。i5-9400 6核6线程 TDP 65瓦。在这个 Windows 平台，我对这个 CPU 性能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跑分测试。至于它自带的核显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UHD 630，这个很多年前的核显，在如今也能够应对大部分的在线视频的解码和本地解码。另外，我用这个 UHD 630来玩了玩英雄联盟和 DOTA 2。英雄联盟
1080p 分辨率，画质开中等，还是可以玩的。DOTA 2开启 1080p 分辨率，画质调到最低就比较勉强了。由于 UHD 630能够完美的支持黑苹果系统，所以我也给这台主机试着装了黑苹果系统。网上没有找到现成的 EFI， 只好自己定制。我安装的是 macOS 13，也就是 Ventura。安装好之后，也可以通过在线更新到正式版的最新系统，也就是 Sequoia。UHD 630在黑苹果系统下的性能属于勉强够用，不过在过度的动画会明显感觉到掉帧，所以这台主机刷成黑苹果系统也仅限于浏览网页、处理文字、看看视频。想要更加流畅，还需要加独立的显卡。那话说回来，如果加独显，成本有增加，这样下来还不如去买一台二手入门级别的 M1 版本的 Mac Mini。那现在随着 Apple 自家芯片的 Apple Silicon 全面发展， macOS 对于 X86 设备的支持也到了末期。那黑苹果终于也要走入历史了，所以以后这些二手的 X86 设备就少了一种折腾的玩法。不过虽然黑苹果系统没有了，我还可以选择很多 Linux 系统，尤其是对于这种很多年前的老设备，很多 Linux 发行版对于硬件的要求并不高，所以可以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。我试着安装了 Anduin OS， 一款由我们国内开发者负责维护的发行版，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总体觉得还不错。后面有机会我也会去分享一下我比较深度的体验。像这种二手主机，很多人也会把它改造成 NAS， 作为文件服务器、媒体服务器等等。比如我们可以刷我们国内 NAS 圈一直比较受关注的飞牛系统。那刷入的方法很简单，使用起来也比较容易上手。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作者分享了不少的使用心得。但这次测试，我为这台机器选择了 OMV 这款由社区维护的第三方 NAS 系统。和前面提到的飞牛 OS 一样，它们都属于 Debian 系列。在安装之前，我在预留的硬盘位置安装了一块 3.5 寸机械硬盘，因为没有硬盘托架，所以我只能简单粗暴的用螺丝固定在上面。安装 OMV 系统同样并不难，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一步一步按照操作完成即可。对于 OMV， 我又试用了一段时间，和飞牛系统相比， OMV 使用需要更多的学习成本。它的很多操作并不像飞牛系统那么直观，所以上手起来可能没那么快，不太适合懒人。但是对于我来说 ，OMV 是够用的。虽然它的界面并不华丽，但是它是基于 Debian 的开源系统，整体上是安全可靠的。All right, Jim, your quarterlies look very good. How are things going at the library?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台主机的功耗表现。在 Windows 系统下，只安装一块固态硬盘的情况下，待机功耗大约是14到15瓦。我在用 CPU-Z 进行性能测试时，功耗可以飙升到95瓦。当这台主机作为服务器使用时，也就是刷入 OMV 系统后，带一块5400转的 3.5 寸机械硬盘，当没有高负载工作时，它的功耗大约是15瓦左右。如果再加一块同样5400转的 3.5 寸机械硬盘，功耗会来到20瓦出头，这样的功耗表现我认为还是不错的，毕竟是一块桌面级的 CPU。 最后做一个总结，这台从朋友那儿白嫖的 NEC 主机，我在二手平台也看了看行情，其实它并不具有什么性价比，可能也就是这个外观颜色比较少见。像今天视频中这种由大厂定制的 SFF 机型的主机，一般都是给办公室文员做基础办公使用，所以在拓展性上并不会给太多的冗余空间。如果要改装成多盘位的 NAS， 无论是多盘位机械硬盘方案还是多盘位的固态硬盘方案，都需要额外添置硬件，所以改造成本就是需要考量的最大问题。如果要把它改造成一款入门级的游戏主机，还需要去加装独立显卡，但是又由于受到体积限制和电源的限制，只能加装免供电的导卡，所以从性价比角度上看确实不怎么地。当然除非你是喜欢这个主机的外壳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是这些了，下回再见。